爸，那是我的婚约。季月香中了裴家那门亲，你嫁过去委屈。你凭什么拿我的婚约填他的空缺？裴家催得急，亲事散了对沈家没好处。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裴家拒婚？拒绝哪有那么简单？风岭的江木川是老实人。这是你替我想的，还是问过我的？我是你爸，你照着安排走就是。姐，这事儿还挺合适的，对吧？那是我量身做的，可你用不上了，给我穿，才不浪费。妈，你走的时候说这条船是我的嫁妆。这写的是什么？既然要走，就走得干净。就是这里了。上来吧，路不好走。这些蜂箱都是你家的？坡上那片是，山里人靠风吃饭。那个婚约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来了，我就认。妈，你当年是怎么定下这门婚事的？丫头，冷不冷？先喝这个。山里风大，先进屋说话。这间你住，被褥换过的。那你？蜂场那边有间厢房，我惯了。这是我的，7岁那年，在朝尾村旧石桥边丢的。这是你的吗？匣子里的东西，你捡到就收着吧。这个扣子上刻的是婉字。我知道。婉瑜，妈对不起你，这桩婚事是妈用命换来的。这里的土蜂脾气倔，出生子蜂盖的蜜色深，成熟蜜色浅，用眼睛看，不要用手摸。怎么分深浅？光线不好的时候看得出来吗？看多了，自然就出来了。来，靠近点。这一格，看颜色是不是比旁边的深一点？这个蜂口也不一样，鼓起来的。对，蜂盖鼓说明蜜足，你眼睛好使。我家木川从小不爱说话，你别怕他，有什么委屈来找我。小时候在渔村老宅里织网、剖鱼、生炉子，从没有人这样牵着我的手教我一件事。喂，你那个风岭村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山上有没有矿？地皮能不能卖？你打电话来就是问这个？问一下怎么了？你嫁过去了，那边的事儿你得摸清楚。没有。婉瑜啊，你这个男人是个实在人。陈伯，您说什么呢？村里那条老水渠漏了十几年了，镇上年年
镇上年年说修，年年没动静。你知道是谁出钱修的？就他。学校那2间新教室也是，1分没让村里出。陈伯，喝茶。不做了，不做了，我就是来说一声，让婉瑜知道她嫁了个好的。修水渠、盖教室，做好事的人多了，也没什么稀奇。川总，东南亚那批订单昨晚签完了，您过目，总量比上季度涨了40%。但马六甲那边的仓储方提出要重新谈分成比例，我压了2轮，他们还是没松口。仓储费让3个点，运费条款不动。他们要谈就谈这个范围。明白。还有一件事，裴家那边托人递了话，说想在这批货的渠道上搭一搭。不用回。川总，他不是养蜂的吗？姐，我们来看你了。怎么没提前说一声？说了就不叫惊喜了吗？姐，你真的就住这里？这石头房子连我家养鱼的库房都不如。乡下地方确实简陋。婉瑜，你跟着这个养蜂的，也不知道图什么。哟，是婉瑜的妹妹啊，进来坐。不过我们这石头房啊，住着2块，蚊子都少，可比海边强多了。你们海边夏天潮不潮？还行。对了，姐，我听说你们这山坡上的蜂场挺大的，光蜂箱就摆了好几百箱。蜂场大不大，跟你们来这一趟有什么关系？这地方不止一个蜂场。姐，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，你就算不为自己，也得想将来孩子的事儿。嫁个养蜂的，能给孩子什么？裴景说了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帮你出面重新谈，让爸把你的婚事重新安排，你不用自己开口，多体面。你是来帮我的，还是来替裴家探消息的？姐，你变了，以前你不会这么说话的。以前我说什么，你们听过吗？裴锦，过来喝茶呀。蜂场那点规模不值什么，不过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比蜂场值钱100倍。你是说那个养蜂的本人？他护得越紧，我们就越确定。婉瑜，跟我们回朝尾村住几天，这地方不是人住的。我住得好。好？季月说你一个人在这山沟里，我放心不下，过来接你回去散心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不用。走吧，车在外头等着。裴总，稀客，江总，打扰了，我来接内人，我媳妇儿。裴家一直想和江氏谈蜂产品渠道合作，今天既然来了，就把合作细节敲定一下。我可以给裴总一个答复，不谈。理由，合作要讲规矩，连人家媳妇儿都敢动手的，江氏不合作。村口的路自己走。哎，两位贵客要走了，来，我送你们。这山路弯外头人不熟。回去之后，先查江氏在枫岭的土地备案，再查他名下有没有其他产业挂在这个村子上。
甜的，你尝尝。他刚才站在我前面，背对着我，挡住了裴锦。你为什么挡着我？他动手，我在旁边。你不怕他？怕过。那你还挡？因为你站在我后面。这个扣子是他的，他知道我叫沈婉瑜。申请人沈婉瑜，填报日期。这张表我填过，我以为交上去了，原来一直压在这里。带上，风多。这全是你的？嗯，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最后2公里山道，商务车开不进去，只能换了村里的3轮车。川哥，蜂场扩建规划图3套方案都在里头，您看哪套顺眼？3套方案，这不是养蜂人该有的东西。嫂子好。走，看下一块坡地。这么多箱，就你一个人管？忘记雇人，平时就我。那这规划图，蜂场要扩，一个人管不住了。江木川，你说你是养蜂的，养蜂的不会做3套扩建方案。蜂场是真的，蜜蜂是真的，你看到的都是真的。那你没说的呢？等你想问的时候再告诉你。川哥，这批文件今得签完，有几份急件。这几份普通收件，你帮我签收一下。江氏农业集团，受益人是我的身份证号。江氏集团跟你是什么关系？这是你应有的。我问的不是这个。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。那你就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在这里养蜂，签的是集团文件，受益人写的是我，你让我怎么理解这？你现在知道的比我想让你知道的多了一点。多了一点？这不是多了一点，这是你从没跟我说过的另一个人。我在这里待了这么久，我以为我认识你。你认识的那个人是真的。哪个是真的？在这里的，跟你一起的。集团那边的事，我没办法现在跟你说清楚。不是不想说，是时候没到。但这份授权书是我3年前就签好的，不是为了别的。3年前你根本不认识我。你认识我多久了？等我准备好，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事。3年前，这个时间戳是3年前。
你昨晚没睡好。阿姨，江氏集团是木川的，他是实际控制人。董事会那些人坐在厦门的高楼里开会，他在这里养蜂。他说那些人见了他，眼睛里看的不是他这个人，是钱。他烦了，所以他跑来这里。蜂不认识钱，只认花。那他为什么选我？我是说，他完全可以选任何人，他为什么？缘分。阿姨，我认真问的。我也认真答的。缘分这东西，你说不清从哪里来，但他就是在那里。你要问他，去问他本人。我只是他妈，有些话我替不了他说。3年前的时间切，缘分，这2件事对不上。这字不是我写的，也不是父亲的笔记。12年前，我在哪里？桥头有卖伞的，你去买一把。你呢？我不怕淋。12年前，朝尾村，那个少年，他姓什么？我从来不知道。婉瑜，旧石桥那年那几张零钱是我给的。木川哥，裴家联合新盛资本正在对咱们东南亚渠道发起阻击。槟城和雅加达2个口岸同时收到押货通知，对方要让咱们的货在港口烂掉。通知各地区负责人，今晚10点视频会议，一个都不能缺席。槟城那边先走备用渠道，联系陈总，让他把仓储临时转到柔模。雅加达押货的事，让法务今天之内发函，走合规程序押回去。收到。对方这次下手很准，像是提前掌握了咱们的排期。我知道了，先按这个方向动。让你看见这些，抱歉。你不用道歉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裴家这次的资金来源指向沈家渔业名下的船只抵押授权，对方已在走质押前的准备程序，但协议尚未正式签署。裴家、沈家渔业船只抵押。裴景跟沈家谈联姻，从一开始就不是冲着婚事来的，他要的是渔船股权。你说清楚。沈家渔业名下3条主力船的股权，裴家已经让人拟好了转让协议草稿，通过联姻的名义递给沈国良过目。沈国良以为是走个程序，没当回事。他早就知道了，他一直都知道。爸，那份股权转让协议你不能签。你知道什么叫股权转让？裴家拿联姻当幌子，他们要的是咱家渔船的股权，你把草稿给他们过目，就是把底牌递出去了。我做生意的事儿轮得到你来管？裴家是什么门第？人家看得上咱们沈家是咱们的福气。爸，行了，少管闲事儿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林振生打完电话就告诉我了。他不听。我知道，这件事我来处理，你不用一个人扛。你有把握？有。裴家已经拿到草稿内容，沈国良那边恐怕等不到明天。
你签了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我昨晚打电话跟你说过，裴锦这份协议有问题，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说？我等你，我还要等你批准才能处置自己的东西。你嫁了有钱人，现在连老子说话都不算了是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什么意思我还不知道。你从小就觉得这个家对不住你，现在找着机会了，回来管这管那，不就是想让我难看？有本事就说，别憋着。好，我说，我读初中那年学费差300块，我跟你开口，你说家里没钱。后来我自己去渔港帮人下货，卸了12天，手磨破了，凑够了学费。你没问过一次钱从哪儿来。高中4年，大学4年，每一笔学费，每一次著作费都是我自己挣的，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一次。我不是来让你难看的，我是怕你被人骗了，一无所有。婉瑜，你妈临走前托我把你嫁给一个她认识的人家，那户人家我后来没找到。还有一件事儿，当年你考高中，学校有一张助学金申请表，是我压下来的，没有上报。那张表我已经找到了，边角都揉烂了，压在布袋最里层。我以为是学校弄丢的，原来一直在家里。那年季月要买新衣服参加比赛，我想着你能自己想办法，就搁下了。知道了。你，我说知道了。300块学费，12天码头，一张压在抽屉里的申请表，你用季月的新衣服换的。我想问你一件事，12年前，在这里，那个给我钱的少年，是不是你？后来我去渔港问了收网的老伯，他说那是沈家的大女儿，叫婉瑜。这12年，我没有一天忘记你。我也没有。这个扣子为什么在你手里？你妈当年交给我妈的，她说等你找到我女儿，把这个给她看。她说这12年没有一天忘记我。那件婚纱是什么时候订的？那件婚纱是你提前订的？3年前订的。定制海丝婚纱要半年起做，3年前你甚至不知道我会不会答应。婚约是你母亲定的，我信她的眼光。那场暴雨，我替你挡了一阵，你没有道谢，转身就走。你把眼睛敷好，去帮你父亲收网。那个动作，我站在后面看见了。你为什么要选我？因为你把眼泪咽回去的样子，我从没忘记。谢谢你找到我。木川，裴锦带人上山了，看着不像是来拜访的，你们快回来。怎么了？走。各位乡亲，我今天来不是找麻烦的，是来讨公道的。这片山地祖上地契写得清清楚楚，本就是我们裴家的。这话说的奇怪，这片坡地江氏用了20年，从没见裴家来认过。陈伯，不是没认，是时机未到。
这是裴家保存的祖上地契，白纸黑字，封场所在的核心地块属裴氏所有。今天登门，是给江氏一个体面收场的机会。哟，还把人带来了。地契可以让我看看吗？印章的颜色偏新，纸张的折痕却是旧的。林振生，现在联系辖区地质档案中心，调封场所在地块的原始备案档案，电子版和纸质副本都要。明白。江总，这是在质疑地契的真实性，核实是正常程序，裴总不会有异议吧？大家都看见了，人家这是要拖时间。调个档案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急什么？江总，档案调出来了，公章有问题，备案公章的字体排列和地契上的对不上。原始档案呢？不完整，备注栏写着1998年这块地发生过权属争议，原始档案部分页缺失，需进一步核查。也就是说，不是简单的伪造。对，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没查清楚，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。鉴定和档案缺失，两条线同时查。鉴定的事儿今天就启动，已经联系上了，对方说最快后天出初步结论。我去找陈伯。陈伯，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我是来替大家说话的。江家那片坡地，祖祖辈辈谁不知道是裴家的地？他们拿着钱来，把地契往桌上一摆，就算占了。地契的事要看凭据说话。凭据？他们江家有的是钱，凭据还不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？陈伯，你可不能让外来的人把咱们村的山地都吞了。陈伯，这是封场这片坡地从1963年到现在的使用记录，我从村里3户老人家里分别抄录的，时间、人名、地界都对得上。几张手抄的纸能算什么啊？抄录人里有陈伯的堂叔，他老人家今年82，记性比我好。乡亲们，这片坡地江家用了多少年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地契的真假，现在有专门的机构在查，在结果出来之前，谁的话都不算，凭据说话。裴家已经开始动了。不只是物业过户，这3张对公账户，过去72小时内累计向境外怀转了将近2个亿。收款方注册地在开门群岛，壳公司，查不到实控人。他在清仓，速度比我预估的快。如果今晚不冻结，剩下的资产最快明天上午就能转走。陈律师，现在方便说话吗？我需要你今晚向仲裁机构递交财产保对申请，材料我让林振胜发给你，1个小时内。婉瑜，我知道江木川在做什么，你最好劝他收手，有些事情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。你想让我转告他什么？告诉他，我手里的东西足够让江氏在厦门商圈彻底抬不起头，他识趣就罢手，不识趣的话，大家一起难看。你说的东西是指什么？你心里清楚，你们沈家当年那点事儿，我比你更清楚。婉瑜，你爸的面子你要不要？我不会劝他。够用吗？够用，但是录音里有一段话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他说你们沈家当年那点事儿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他在威胁我。我今天查账的时候，有一笔早年的资金往来，对方名字是沈国良。陈伯那边我帮你问过了，蜂场那片坡地的历史远程记录，陈伯说他堂叔那里还有一份更早的，明天亲自送去村委会存档。你要的那些年份、人名、地界都对得上。他知道的，他
他早就知道了。如果我选择揭发他，你会怎么看我？你是他女儿，不是他的共谋。你问的不是这个吧？我怕我做了这个决定，以后再也回不了头。我从小就知道他偏心，知道他拿我的钱贴补戏约。我告诉自己，只要他还是我爸，这些都可以忍。可是揭发他，就是亲手把这个爸字撤掉。你忍了这么多年，不是因为你软弱，是因为你一直在等他回头。他没有回头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你到现在还在问你会怎么看我，而不是问我该怎么做。我陪你。婉瑜，爸有话跟你说。那段录音的事儿，你手里有没有？能不能帮爸压下去？外面现在传得很难听，你姐的婚事。爸，你还记得这张纸吗？我填这张表那年，你把钱给了西月去城里补课。你说家里只够供一个，让我自己想办法。我没想办法成。后来这张表压在书桌底下，我没扔，也没再提过。录音的事，我不会替你压下去，但我也不会主动去找人。你自己决定怎么办。婉瑜，裴锦她要退婚。婉瑜，裴锦说沈家要卷进官司，她不想被拖累，她要退婚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得帮我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季月，听我说，裴锦从一开始就不是冲着你来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渔船股权、码头租约，沈家名下那几块滩涂地，他要的是这些。你只是他进门的路。你早就知道。裴锦，你给我一个说法。季月，我已经让律师起草解除协议了。沈家的事你也清楚，我不能。沈家的事，你调查沈家多久了？哟，大晚上的跑来闹什么啊？阿姨，我来问裴锦。问什么问？我儿子要退婚，那是他的权利。你一个渔村出来的姑娘，能进我裴家的门已经是你的造化了。沈家那点家底，我们早摸清了。你以为你带来了什么？你摸清了？那你们图的是渔船股权还是滩涂地？你跟我在一起2年，你连喜不喜欢我都不重要，就只是在等沈家签那几张纸。裴锦，你看着我，你用了我2年，现在签个协议就想两清，你以为我是什么？账上一笔随时能核销的数字，协议签了，两清。今晚你就是这里最重要的人。我知道。哟，这不是婉瑜吗？渔村来的姑娘，如今攀上了高枝，真是叫人刮目相看。钱阿姨，您今晚也在？我们裴家和江氏合作多年，自然在受邀之列。倒是你，一个渔村出来的姑娘，也不知道走了什么运道，做到这个位置上来。钱女士，今晚是合作伙伴晚宴。各位，打扰一下，江氏集团今日正式公告，裴氏名下与江氏的全部合作协议即日起终止续签，相关往来账目30日内结清。另有一份调查报告需在此公示。报告显示，裴氏名下3处地契系伪造，
裴家竟然敢伪造地契！相关资产已于近2年内分批转移至境外账户，涉及金额逾2亿。林振生，你这份报告从哪儿来的？谁授权你在今晚这个场合公示？这里是商务晚宴，不是仲裁庭。报告已提交仲裁机构存档，今晚公示是程序的一部分。裴总若有异议，可在规定时限内提出书面申请。什么程序？谁的程序？你背后是谁在指使？坐下，证据已提交仲裁机构，程序走完之前，说什么都没有意义。这件事还没完。是你，一定是你在背后搬弄是非。你一个渔村来的姑娘，嫁进来就是要拆散我们裴家的。那些文件是你递出去的吧？钱女士说我递出去的，请问递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些账目、那些地契、转账的记录。账目是裴家做的，地契是裴家签的，转账记录是裴家留的。钱女士刚才说得很清楚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坐在这里。什么事啊？裴景走之前落在书房的，我翻了一整夜才找到这些。你为什么给我这个？我不想爸坐牢。这是裴瑾私下签署的原件。有了这个，沈国良在这件事里的责任可以大幅减轻。主动配合调查的话，处理结果会往轻处走。对不起。林振生，木川哥，裴瑾今晚已经出境了，人现在联系不上，但他走之前留了一份东西，专门冲着沈家去的。我还没拿到全貌，但可以确定，爆出来会很麻烦。木川哥，裴瑾昨晚出境前强行推进了见证协议的签署程序，渔船股权转让协议已完成见证登记，但签署过程存在欺骗和威胁情节。法务团队今早已准备好撤销见证协议的申请材料。胁迫签约的证据链整理好了吗？整理好了。欺骗签约的录音片段，协议签署当日的证人陈述，裴瑾与中介的往来记录，3条线都在。递进去。我爸那边，我知道，先把这里的事处理完。婉瑜，那几条船是你外公留下来的，是咱们沈家的根。我当时签那份协议，是裴瑾说只是走个形式，不会真的过户。爸，你当时签字的时候，裴瑾说了什么？怎么说的？你要记清楚，一字不差的记清楚。撤销见证协议申请已经递进去了，但我们需要你配合。沈女士，请你还原协议签署前后的完整经过。裴瑾在协议签署前3天，以渔船年检费用为由向我父亲借款，同时提出以股权做抵押，声称只是内部走账，不涉及实际转让。签字当天，他带来2份文件，让我父亲只签了其中1份，另一份他说是备份，我父亲没有看清楚内容就签了。我父亲签字时，裴瑾的原话是这个不算数，就是个手续。这句话我当时在场，亲耳听见。沈女士，你的陈述已经记录在案，撤销见证协议申请我们会依程序审核。但此案情况特殊，需要一个关键当事出席听证。根据协议签署记录，唯一全程在场的当事人是沈国良本人。证人沈国良，请陈述协议签署当天的完整经过。那天裴瑾说只是走个手续，说这个不算数。我没看清楚第2份文件，他说是备份，我就签了。签字时是否存在威胁或欺骗行为？有。裴瑾说，如果我不签，他会让我女儿，让婉瑜在厦门待不下去。被申请方裴瑾他人在境外，由委托律师代为出席，程序继续。婉瑜从小就懂事，
我亏欠他的太多，他一个人扛着，从来不说。这份协议是我连累了他。本机构依据申请方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词，裁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因欺骗及威胁情形签订，仲裁结果为撤销该协议效力，渔船股权归还沈国良本人。婉瑜，这件事是我们裴家处理的不妥当，我公开认错，协议的事是裴锦做错了。认错不是说给我听的。关于江木川，有些事你还不知道。我怕你知道真相后会离开。签协议那年我16岁，族里有人伪造了一份我父亲的遗嘱，说我不具备继承资格。我被迫签了一份放弃协议。第2年，我在朝尾村遇见了你。我妈为什么会认识你们江家？你妈在渔港救过我父亲一命。婚约是救命之恩定下的，不是买卖。所以带着你母亲离开。你知道？我猜的。你不会为了钱留下来，但你会为了他走。这张照片是我签协议那天拍的，背面那行字是有人故意留给我的。说什么？说我这辈子只配养蜂。这份文件是当年那份放弃协议的副本，有人把它翻出来，是想让你觉得我一直在瞒你。拿回去。你不想问了吗？问什么？你16岁被人逼走，和现在的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信你。寄件人追到了。是江氏集团董事会里的一个老股东，持股比例不高，但背后站着3个反对派联盟的小股东。他们的目的很明确，在您和沈婉瑜之间制造裂缝，让您分心，方便他们在下一轮董事会上发难。消息堵住了吗？公开层面已经压住，但沈婉瑜那边您打算怎么处理？他把信封还给我了。叔，是我需要见你。我14岁那年，董事会开了一次内部听证会，议题只有一个：确认我的身份。我母亲进集团前是农村来的，他们说她拿不出婚书原件，说我是私生子，说江氏的血不能落在一个来路不清的孩子身上。那天开会，我站在走廊外等了3个小时，我妈进去，一个人出来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。她牵着我的手让我跟她走。她没有争？争了，他们把她争的那些话都录下来了，作为不稳定因素的证据，反过来压她。她牵着我走出那栋楼，去路边买了2个烤分薯，就那么站着吃完。然后她说：“儿子，妈带你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枫岭村。她在这里养蜂，供我读书，一待就是6年。6年，他用6年换他一个站稳的地方。这半年，您的实际持股被分3次稀释，每次幅度不超过2%，单干不起眼，合计已经超过6%。走的是哪条通道？增资扩股，程序合规，签字也是真的。但发起人那一栏，这个席位从未在会上发言，从未投过1张记名票，但每一次关键动议，他都没有缺席。查出来是谁的架构？还在追，最后一层指向境外。江先生，我是江怀远先生派来的，他让我亲手把这个交给您。
我们提前回厦门。怎么了？该来的来了。你认识这个签名？董事会反对派背后的金主，资金来源追到了境外，一个空壳账户。这个账户的原始注册人是裴锦，他出逃前把钱转出去，留了这条后手，2条线在这里合拢了。股东大会定在后天，您必须亲自到场。今天走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厦门那边不比这里。我知道，我不想在这里等消息。带上。妈，这是祖传的帝王绿，不是给你，是借你出门护身用的。带着它出门，这是护身的，回来再说。好。你是木川的妻子，我是江木川的生母。木川，这是你满月那天，我被送走之前，只留下了这一张。你在哪里住？我刚到厦门，还没安顿。林振生，安排酒店，全程跟进，任何情况随时报我。坐下来。我怕你觉得我身边的事永远没有尽头，一个接一个。你替我做过这个决定吗？我坐在这里等你，不是来听你替我拿主意的。DNA 鉴定申请已提交，结果需48小时。另，此人入境记录显示，3天前刚从境外抵达，时间节点与裴锦出逃高度吻合。他在想什么？是那个女人，还是裴锦？结果已出，受检人与江木川先生无任何血缘关联，排除率100%。鉴定报告已由第三方鉴证机构核验，结论清晰。此前自称与江木川先生存在血缘关系的女性，系境外雇佣演员。入境时间与特定方利益节点高度吻合。振生，他是谁？无论这间屋子里还有多少问题没有答案，我的立场不会变。我的妻子沈婉瑜。川哥，反对派刚刚正式撤回股东大会议案，明日会议取消。顺便说一句，陈慧云那个演员的幕后我们查清了，是江宇牵的线，联合了3个小股东一起操作的。婉瑜姐，公关团队的方案是先走地下车库，今天不露面，等集团统一口径再。统一口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措辞上保留余地，不主动确认，也不否认，先把热度压下去。
我没有什么需要压的。请问你就是和江木川登记结婚的沈婉瑜？网上照片是在盐亭拍的，你是渔村出身吗？外界质疑你的背景和江氏家族不匹配，你怎么看？是我，沈婉瑜。照片里那个盐田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。你们问我配不配，我没办法替所有人回答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嫁的是谁。我嫁的是人，不是身份。有传言说你是替人出嫁，江氏股价今天已经跌了2个点，你对此有什么回应？替嫁的事儿，你们可以去查登记教录，上面只有我的名字。至于股价，我不是炒股的，我是嫁人的。这2件事我分得清楚。就这些，谢谢。视频已经剪出去了，现在转发量还在涨。川哥那边已经发过去了。江氏集团今晚尾盘。涨了，开盘涨了6.3%。董事会那边刚发来消息，临时大会议案撤了。全撤？全撤。几个反对派昨晚连夜开了个小会，今早集体缄默。川哥知道了吗？他让我转告你，辛苦了。江氏接下来的布局不止在资本层面，我们会把枫岭的农业模型向更多山区推广，这是我回来的原因，也是我留下来的原因。沈女士，外界对您的评价分歧很大，您怎么定义自己现在的身份？我是江木川的妻子，也是我自己。沈女士，刚才门口有位老先生托我转交，说一定要亲手给您。你来了。这是你妈留下的，她走之前交代我，说要留给你出嫁那天戴。我拖了太多年了。我知道你这些年也不好过，但爸，有些事情过了就是过了，我可以原谅你，可我们回不到原来那个样子了。我知道。季月前2天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他没跟我说，我问他，挂了电话。找你找了3天。谁叫你来的？林振生查到的，我自己来的。你看够了吗？看够就回去吧，我这里不用人救。我不是来救你的。这个留给你，妈留下的，她那边只有这1张。你别说妈怎么希望我，你说了我也做不到。我没打算说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有人记得你。这是我自己应得的，我做过那些事，我知道。你不用来安慰我，你也不欠我什么。好，照片放你那儿，想看就看。婉瑜，枫岭山火，蜂场那边告急。东侧先开隔离带，把那片杂木林砍出来，火过不去就断了。木川，蜂场北边那批箱子还没转移，我带人去搬，但烟太多进不去。我去。我跟你去。你留在这里。我比你先到蜂场，我知道哪批箱子最重，你不带我进去只会慢。
那排是今年新分的群，箱子重，2个人一组才搬得动。踩稳，别急。我知道。闭眼，跟紧。你也要跟紧。箱子全出来了，全出来了。木川，执法部门那边刚传来消息，裴锦出逃前安排了人在本地盯风场，山火是他的人放的，打火机应该是撤离时掉落的。林振生，把打火机连一样本送检，证据链要做完整。境外落脚点、转机记录、资金流向，全在这里，已同步发给国际执法联络官。最快48小时。执法部门那边来消息，引渡落地。今天下午开新闻发布会，问你们要不要出席。不去，这只是法律应有的结局，不需要我站在镜头前。3个月，我重新建起来。风场扩建规划图上周就改好了，位置比原来更高，视野更开。林振生，怎么了？执法部门在裴锦随身行李里发现一份文件，是针对江氏集团的做空计划，里面有合谋者名单。木川，名单里有个人你认识。这份财务数据，集团内部能拿到的人不超过5个。江宇，你什么时候查到的？不重要。裴锦第一次联系我是3年前，他说你有的我也该有。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，你读的书住的地方，连阿贵婶做饭都先端给你。我那时候跟自己说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后来有一天我才发现，我在乎了很久了，很久了。木川，不是3年，是从我记事起就开始的。我不是要害你，我只是想要一次有什么东西是我先有的。钱呢？裴锦给了我2笔，第3笔还没到账，你们就把他抓了。证据都在林振生手里，那就交执法部门走正规程序。木川，我说完了。我在这里。嫉妒这件事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一个字。木川，你妈今天下午听说江宇的事，当场就软倒了。村长陈伯送他去镇上卫生院，现在还没出来。木川，你会原谅他吗？那是法律的事，不是我的。你管我操命过来了！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妈，药好了，我扶您起来喝。婉瑜，妈，您说。木川这孩子，从小就把事情往肚子里咽。我一直担心他，他选了你，我这辈子才放心。
这是江家传下来的，不是彩礼，不是客气，是认你这个人。妈，带着，别摘。3年前订的，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是谁，只知道要给他订这一件。3年前，今天枫岭这边办，朝尾村那边也同日办，两头都算数。蜡是今早新取的，花是孩子们天没亮就上山摘的。这条路，他来的时候走得憋屈。今天得走得体面。你妈看见你今天一定高兴。她看见了。到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，但我站在这里，没有走进去。婉瑜，我欠你一个道歉，今天我来还。抬起来。妈的照片，本来就该你留着一张。我不敢奢求你原谅我，我没有原谅你，也没有恨你，就这样了。我用了20几年才明白，山不是困住我的地方，海也不是我要逃去的地方。我只是要找到一个人，让我可以站在任何地方都不觉得孤单。站好。谢谢。